相信大家都有听闻过关于100多位中国人特地从中国来到马来西亚的中国驻马大使馆哭诉这一个名为 MBI 集团的事件。表面以投资理财为由，然而实际上这家公司却进行着诈骗，受骗金额更是高达5000亿人民币啊！到底这个集团是用什么方式诱导这些人上当的呢？大家如果觉得英文字幕有挡到中文字幕的话，可以点击右上角这里关闭哦，这样就不影响观看啦。Hello， 大家好，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小南。MBI 集团老板是一位祖籍广东潮州的马来西亚人，他的名字叫做张玉发。据说他经常来往各个国家进行市场开发的工作，同时他也是个大有来头的人物。因为根据资料显示，他的堂哥是大马的国父敦固阿杜拉曼，而任职于 MBI 的常委顾问是马来西亚警察总署的署长 MFACE 的主席则是马来西亚的某个大州。MBI 旗下甚至有40多家产业链，像是槟城的 M Mall、泰国的 MBI Resort Danone， 还有 MBI M 商学院提供理财培训课程等等。张玉发从小就继承了祖先们的一些生意头脑啊，他在读书时期常常携带铅笔啊、练习本、书纸等各式各样的物品在学校贩售。在踏入社会后呢，他就不再卖这些实体物品，而是开始接触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当时就流行着资金盘啊、即时盘，他也就开始了深入研究，把自己的经历包装得非常完美，在别人看来，他就是一个富有经验的投资人。其实，在成立 MBI 集团之前呢，张玉发早就已经有了诈骗的前科。2007年呢，他的伙伴王东山成立一个名为 Island Red Cafe 的组织，美其名是一家咖啡馆，但实际上就是老鼠会。通过赠送消费券啊、公开销售原始股等方式诱导别人加入。当人们听到只需6000令吉就能成为公司的股东，持有原始股份，还能获得每个月赠送的100令吉消费券，连续60个月，这么好康的事情怎么可以错过呢？据说当时加入的多达3000人啊，直到2008年底红岛咖啡馆结业的时候呢，大家才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投资了的钱自然是拿不回来啦。虽然有人将张玉发等人以欺诈的罪名告上法庭，但这起案件在2010年才开审，3个负责人涉案，但最终只有1个人被判了1天的监禁和罚款。红岛咖啡馆结业后呢，这些负责人想着，反正我骗了这么多钱，才受那么一点点罪啊，就这样又有一个能让人发达的圆梦集团诞生了。但这个集团主要的创办人是张玉发的同伙王东善和他的弟弟王子华，甚至他们还跨国诈骗，同时在台湾以及马来西亚两地进行。据说王子华热心公益，经常做这些慈善活动，所以在本地被称为拿督王。但大家要知道啊，诈骗的伎俩基本都是换汤不换药。所谓的圆梦集团以年利息70%至98%的高额回报为诱饵，吸引大批投资者买入不同的项目。当然，最后的结局也是一样，你原本投资的钱不但拿不回来，更别说是回抽了。虽然负责人的确遭到警方的逮捕和被国家银行拉进黑名单，但过了几年，他们依然毫无悔改之心，继续行骗。至于没有名义上参与的张玉发，当然又是一次毫无损伤的全身而退。看到这里，小南觉得张玉发只是没有出面吧，但也许他也在暗地里操控着圆梦集团的运作。由于时间关系呢，圆梦集团的细节呢，我就不一一说明了，大家可以上网看看资料，增进知识和提高自己的安全意识，别轻易受骗了。也许是真的骗上瘾了吧，张玉发又创造了新型的诈骗模式，也就是 MBI 虚拟货币。其实此类投资计划道理很简单，就是投资一种东西，然后获得高额回报。张玉发最聪明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他知道年轻人的市场并不大，因为大部分年轻人都没有什么钱，所以干脆将目标用户定位在中国50-60岁的中老年群体。这也就是为什么受害者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那 MBI 实际上是怎么运作的呢？我也是读过网上资料后，以我自己的了解来和大家分享的。如果有什么讲错啊，或者资讯错误的
欢迎专业的观众在影片底下留言纠正我哦。MBI 公司表面是提供投资理财的平台，实际上就是一个幌子，或者我们可以称为庞氏骗局。只要你投资了 MBI 公司推出的 mFace 网络理财平台，就能得到里面的虚拟币。要赚钱就要找新人加入来购买你手上的虚拟币，也就是把炸弹传给下一个啦。那每次介绍人进来都会有奖金，对碰也有奖金，这就是老鼠会，利益来自拉人头。如果你拉不到人头，慢慢等着也会有钱收，只需等虚拟币升值，会员可以把虚拟币低价卖回给公司。然而你等待的时间会很长很长，相比之下，拿去存这个银行定期可能可以得到更高的利息哦。每一次的交易，公司都会抽18%佣金。当你卖给新人，公司都必须抽取高额的手续费，不知不觉中你就成了别人赚钱的工具。那有人问，到底有赚钱吗？小南有个朋友，每次都是一句话：早加入的通常都会赚，虽然是赚钱了，但是要理清一个重点，那就是这些钱不能变现。不是现金，只是数字而已。公司每6000万的交易就会拆分替虚拟币升值。你刚加入时手上买进的可能市值0.1，之后公司就会有新会员加入，不断的买卖，只要达到6000万，公司就把市值变成0.11，以此类推，6000万循环一次。这每一次6000万单单是手续费啊，公司都赚到爆了，你们却还一直在找新人等虚拟币升值。其实说到这里，小兰觉得最可怕的就是公司所有的升值拆分你都不知道真假，他让你升就升，不让你卖你就不能卖，一切都是他们一手掌控的。而且 mFace 在大马是不合法的，他们没有直销的执照，游戏币也未经过大马证券交易监管局的批准。虽然在大马各地大肆的宣传，做很多慈善活动，但是他们都以私底下招揽你们投资，并不能光明正大的开公司收取投资。公司拿走了投资者的钱，只留了一堆数字给你。要是这家公司有什么冬瓜豆腐啊，你们最后得到的就是不值钱的数字而已。还有很多的细节呢，没有办法一一补充的，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留言分享，也顺便提醒其他人不要上当哦。那在2019年的10月17日，逾100名中国金钱游戏受害人到马来西亚吉隆坡街头长跪不起，哭得稀里哗啦，冒雨唱起国歌，控诉 MBI 的集团。这批受害者抵达 MBI 总部后，发现已人去楼空，他们不但遭到保安员的驱赶，有人更接到刑事恐吓。一些受害者无法接受 MBI 崩盘的消息，最终选择自我了结生命，惨剧不断的在发生。微信群里曾经流传 MBI 张玉发说的一段话，从这段话的意思可以理解为 MBI 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要想解决困难就要变卖各种资产，但是变卖资产不一定能解决现状，有可能要从头再来。张玉发这是在暗示 MBI 已经无力回天了，并且要重新起盘，但言语中还在打着感情牌，博取他人的同情与信任。张玉发在中国骗了5000亿后呢，最近又突然跑到泰国的寺院削发出家，他是真心诚意忏悔吗？我认为不可能。引渡和当地法院、警方沟通，以及一系列的程序下来，少说也要几个月的时间。张玉发真的很聪明啊，小南认为他只是在拖延时间，或者在想办法逃过罪责而已。说不定几年后，你又会看到一个 ABC 集团以同样的套路、同样的做法来诈骗，但仍然还是会有人盲目的相信。其实上当的大部分人都明白这是个骗局，然而人性最大的问题在于很多人就是赌博心态，只要自己不是最后接盘的就行。一开始想的都是赚了就退出，但只要赚了钱就会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小南希望大家做什么之前都好好考虑清楚再行动，有些事情做了就回不了头了。在这个年头，大家赚的钱都非常辛苦，一定要好好珍惜。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南。现在呢，我刚下班，所以在回家的路上，我塞车哦。最近的疫情越来越严重希望大家可以的话，尽量就是少出门啦，要戴好口罩。即使有事情要出门也一定要严格遵守 SOP 哦。好的，唠叨完，说回正事，就是近这几期小南的悬案影片
大家有没有觉得收音的那个质量有比较好呢？如果是发音问题的话呢，还是要给一点时间我去继续努力改进的啦。因为现在也是戴着牙套维持器的关系嘛，所以呢，有些咬字还是没有办法做到那么的标准啦。希望大家多多见谅哈。还有一些观众也是觉得我的语速比较慢的话呢，那你们就可以调快这个影片的速度啦。OK， 再次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